Command Robot 被广泛运用于 FRC 各队伍中，因为其程式妥善包装的特性，让一个行为变为一个指令，队伍只需考虑动作即可，不需思考函数被呼叫时的冲突问题。这部影片将简单介绍 Command Robot 的结构。在 Command Robot 中也有 Subsystem， 但同时也多了一个新的系统 Command。Subsystem 在 Command Robot 中主要为基本函数的呼叫，将马达及其他设备初始化的功能。由于牵涉到设备宣告，因此 Subsystem 仅能被宣告一次。推荐让 Subsystem 自己宣告，并让其他程式读取其宣告。Command 则是担任行为动作的角色，透过触发将 Command 动作，其主要为接受数值进入，将其进一步处理。上面提到 Command 需要触发方式才可以行动，因此我们这边提到 Trigger 主要用于判断条件或摇杆的按钮触发，为 Command Robot 中最主要触发指令的途径。Trigger 主要被分为以下几种 Trigger 类型。When activated 或者是 When pressed， 这是当被按下时执行这个指令直到指令结束。While activate continuous 或者是 While held， 就是当按下时这个指令会一直被执行直到它放开。那跟下面这个 While activate once 的差别就是，这个指令如果执行到结束，底下这个它就会停止，但是上面这个 continuous 就会持续呼叫这个指令，直到这个按钮被放开。Cancel when activated 或者叫 Cancel when pressed， 就是在当被按下的时候立即终止这个程式。底下这个呢，则是一个反向的，会在放开的时候执行这个指令，直到结束。说明完 Trigger 的内容后，我们用一张图总括 Command Robot 从马达到指令的执行路径。刚刚说到的 Trigger 就是放在 Robot Container 里面 ，Class 宣告也尽量在这里面执行。接下来我们说明 Command 的结构。以下是一个范例的 Command 结构，我们会用到结构分别为以下4个。Initialize 初始化会进行基本的设备初始化，例如马达的初始化或者是编译器的归零。之后 Execute 为持续运行的函数，以底盘做举例，就是将驱动马达的函数持续运行，让马达的状态可以持续跟着摇杆做变动。Execute 会在下一个 is finished 的条件不成立下持续运行，因此 is finished 里面就会负责判断是否应该终止。最后 end 会在程式被外部终止，或者是 is finished 成立的时候被运行，主要为系统恢复的程式。以底盘举例，就是关闭所有的马达活动。说明完 Command 后，可以发现当中有许多指令要执行的时候，以正常程式顺序架构无法同步运行，或将一个 Trigger 放入多个同步执行的程式，因此我们必须要使用 Command Group， 让 Java 的并序特性可以被方便运用。Command Group 主要为以下4个 ：Sequential Command Group、Parallel Command Group、Parallel Race Group 跟 Parallel Deadline Group。以上内容都在简报上有说明，也可以统一运行，类似像下图所示。最后说明撰写过程中会使用到的特殊结构为 getInstance、addRequirement 跟 supplier。getInstance 是用在 Subsystem 中，用于被只宣告一次。getInstance 里面就存放着被宣告的部分。接下来 addRequirement 就是确保 Subsystem 在 Command 被执行前已经被执行了。最后 supplier 就是 Java 里面的一种指标，可以将数值持续传入而不用再次宣告。我们这边拿底盘的程式做举例，这边 LSpeed 跟 RSpeed 分别为摇杆取得的值，我们用 getAsDouble 或者是 getAs 任意的资料型别，就可以将这个值取出使用，而不用重复宣告。最后补充 Command Scheduler 的意义。Command Scheduler 是 Command Robot 的最基础单元，顾名思义为指令排程表，因此可以查询现在被执行的指令或其执行状况，亦或者是管理现行命令的执行。主要的程式已经在 Robot Container 被宣告，
像是 Command Robot 范例中示范的自动程式，即是将自动程式用 Scheduler 做是否活动的管理。以上是这次 Command Robot 的观念教学，自此你便可做到许多撰写 FRC 程式的技巧。